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的视频呢是10天画完100个头的绘画挑战。这次要在10天里画完100张，一天最少要画10张。这对我这个懒癌晚期患者来说，难度着实不小。第一天，我选择的素材都是美女，毕竟莺莺燕燕春春，花花柳柳真真，世事风风韵韵，娇娇嫩嫩，停停荡荡，人人。美人呢，总能让人心情顺畅，就连周遭的环境都如沐春风一般。而我本人从小画画，最喜欢画的就是人像。画人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因为人最难懂，我对人的兴趣就从未减退。为此，我还专门抽空去考了一个心理咨询师，奇葩吧？所以这次参加100头的挑战，我还真的挺开心的。能够集中来练习画人像，肯定会画得很过瘾。第一天画画，我选择的工具是铅笔，毕竟铅笔素描画起来会快一点。我可不希望一开始就签章。而本子呢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素描本。俗话说，画画在于功力，而不在于工具。我首先要克服的呢，就是对工具的依赖。起笔构图，阴影过渡，添加细节，画面慢慢丰满，一个人的脸就慢慢显现在纸上，带有画中人自己的情绪。这就是我喜欢画人像的另一个原因。画画的过程似乎就是创造生命的过程，充满了喜悦与生命力。完成了每一幅画，好像都是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即便有不好的地方，但看起来却还是那么亲切。第一天我完成了11幅画，好歹是达成了第一天的任务。第二天我起了一大早，早晨的新鲜空气好像更利于人进行创作，就像手机清理了垃圾，运行起来更顺畅了。今天呢，我计划用单色彩铅画10张雕塑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很喜欢画彩铅，主要还是因为用彩铅画色彩比较简单。彩铅用简单的叠色和混色，就会表现出色彩的鲜艳和细腻。而这次我尝试用单色的彩铅画来画素描，画出来的效果看起来也不错哦。一可能是因为彩铅着色较轻，洗澡的时候就容易修改，阴暗对比看起来也更自然。二可能是因为单色彩铅画素描下笔比较顺畅，整个画面看起来比较干净。当然，画雕塑和画真人照片的感觉还不一样。真人照片很大程度上偏于扁平化，因为光线和人的皮肤质感，很多结构关系容易被模糊而忽略。但是雕塑本身就是艺术家的创作，结构关系上会更明确，而且富有个人创作的风格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绘画雕塑会比画真人的照片更容易一些，因为结构关系、人像轮廓、阴暗关系都比较容易把握。第二天的画，我比较喜欢最后这3张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体验，就是有时候当你刚刚画完一幅画以后，你左看右看，都觉得哇，自己是个天才，怎么可以画得这么美？可是到第二天再来看时，却突然觉得，诶，这是什么鬼？不过这次，当我再回过头来看最后这3幅画的时候，我竟然觉得，哇，还不错哦。可能我也偷偷进步了一点吧。时间很快来到了第3天，第3天的挑战是10个帅哥。我比较喜欢就是分群组来画画，要么都画美女，要么都画帅哥。这么一来，似乎有点选美的意味了。当下网上大家都比较喜欢把男友分为什么爹系男友、小狼狗、小奶狗等等。今天的这些帅哥，从长相上来看，好像这几种都包括了。有的帅气，看起来又酷又霸道，在他身边似乎会很安全，这应该就是小狼狗了。有的看起来书生气息浓郁，比较可爱，似乎也很温柔，这无疑就是小奶狗了。还有的呢，看起来成熟稳重，似乎很会疼人照顾人，这就是所谓的爹系男友了吧。不过不管是哪一类男友，都必须是自己喜欢的，也喜欢自己，把自己放在心尖尖上的才好。仔细看看，
我比较中意的男子就是这个肩膀上有一个星星纹身的帅哥。看着他那棱角分明的侧脸以及略显忧郁的眉眼，真是有种帅得让人想亲近又不敢贸然亲近的冲动。光看照片就有点犯花痴了。接下来这个帅哥呢，他歪着头看向远方，似乎有一种淡淡的忧伤。而最后这个帅哥，他的眼睛真的很漂亮，似乎里面藏了很多的小星星。真的在画这些人物的时候，因为要特别仔细的观察，慢慢的好像真的与他们产生了一种内在的链接，他们的气质和性格似乎也慢慢的在你眼前显露了，所以这就是画人像比较上瘾的一点。第4天，又是新的一天了。我想我应该尝试新的画法。我突然想到用色粉来画人物，本来我想的挺好的，色粉好上色，画起来应该也挺快，一天画上10张不成问题。但实际操作起来才知道色粉费手啊，再加上纸上颜色也不太好晕开，一瞬间画画变成了妥妥的体力活。整个画画的过程感觉就像一场刷墙大赛一样。很不好意思呀，这个藏族的小姑娘，整个画面被我搞得是乌漆麻黑的。不过第一次嘛，情有可原。再往下画呢，我就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感觉。色粉涂色也要注意明暗的用色，过渡色要柔和，深浅颜色都要慢慢的加，然后再融合。由于色粉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画，画着画着我的手都开始有点抽抽了，眼睛也看不太清，导致打形的时候就有点看不准了。后来我告诉自己，能画几张就画几张吧，别为了完成挑战就随便乱画了。这么一想，我反倒轻松了。挑战嘛，自己尽力而为就好了，重在参与的过程。时间慢慢的晚了，当我看到时间还能再画一张的时候，我就果断放弃了用色粉继续画画，因为手指实在是抹得有点疼了。我选择用铅笔来画，因为想开了，这一幅画便也画得从容，人物的表情我是尽力去刻画了。所以第4天最后已完成7幅色粉1幅素描而收官。第5天，时间的进度条终于拉到了一半。想起这几天疯狂的画画，我真有种恍恍惚惚的感觉。不过坚持到底就是胜利，因为昨天欠账了，所以今天我打算要画12幅画，时间还是很紧张的。于是我又起了个大早来投入战斗。今天的素材又全部都是女性角色，第一个画的就是陪伴过很多女生的 SD 娃娃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这种娃娃还是比较少的，而且卖的又很贵，所以谁要是有一个，大家都会很羡慕。这种娃娃似乎天生就是公主小姐，会永远住在公主屋里那种。有这样一个娃娃，连你自己好像都会沾染上贵族气质。前2幅画我画的是素描，
但是画女性似乎还是多点色彩会更好看一些，因此往后我就开始用彩铅来画，这无疑又是增加了难度。不过没关系，画画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吗？我用分割胶带将画纸分割开来，一方面让画面看起来会比较整齐，另一方面呢，画面也比较好掌控。彩铅画的第一个女性是一个光头的黑人女子，她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酷。现在这种又酷又飒的女子好像都自带光环，走到哪里都比较受欢迎。当然，像下面这种比较可爱的小姐姐我也是比较喜欢的啦。这组女子呢，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你们发现了没？就是她们的眼神都特别的坚毅。俗话说得好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从她们的眼睛来看，她们应该是属于比较独立的女性。这组素材呢，都正在表现光影。除了第一幅是素描，接下来3张我还是继续选择用彩铅来画。可能是因为颜色选的不恰当吧，这第2幅画有点翻车了。不过好在最后一张的 SD 娃娃画的还不错，算是挽回了一些。第6天了，继续画雕塑的干活。画雕塑感觉还是用单色彩铅来画会比较得心应手一些。画到第6天，我感觉自己的画画水平似乎又进步了一丢丢。果然，人们说画画没有捷径，唯有练习是诚不欺我呀。有时候画雕塑也挺考验人的，因为雕塑本身就是艺术品，它们在结构上会有创作者自身的构思。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或者气质，艺术家会在某些方面进行相应的夸大。这样一来，在绘画的过程中，就得重点刻画这些被故意夸大的部分。当然呀，这些地方把握到了，一个人物的造型也就差不多完成了。这个叼着烟的酷哥看起来就像一个钢铁硬汉，他目光如炬，神态镇定自若，似乎已经把控了整个局面。现在这种特别有男人味的男人好像不是很多见了。这个人像呢，他发似枯木，脸枯瘦如柴。我脑海中第一个反应出来就是，咦，火柴人？不过再看一看，他又有点像格鲁特的亲戚，看着他好像有些人性，但似乎又不是很多。最终第6天又有10幅画入账，哇，真的离成功越来越近了。第7天，因为今天画的素材既有真人照片又有雕塑，因此我又开启了折腾模式。第1幅这个美女，我选择用色粉来画，这个美女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美，只不过我在画她的头发的时候有点不用心了，所以整个头发的光泽感并没有表现出来，而且她的发型画的还有点扁。她头上的发饰我选择了用金属笔来画，感觉稍显生硬。画这个印度老爷爷的时候，我又换了另外一种工具，油画棒。其实油画棒也是挺不好晕开的，不过画完以后的效果看起来还可以。
他的包头巾特别的有民族特色，跟他的大胡子真是相得益彰呀。当画到这个小男孩的时候，我突发奇想用马克笔来画，没想到一下子就翻车了。马克笔对纸张真的很挑剔，颜色在这种纸上很难过渡，所以我只好用彩铅来挽救，但最终还是翻车了。接下来画的印第安男人，我果断放弃了马克笔，选择了油画棒。相比马克笔的硬，油画棒还是柔和了许多。接下来的3个雕塑都是一把大胡子的老人形象。自希腊时期，大胡子就是智慧和男子气概的象征，而在我看来，留胡子，尤其是连鬓络腮胡子，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形象和气质。有些男人真的很适合留胡子，一把胡子就能让人显得睿智英俊许多。这个包头巾的男人，我也喜欢他的形象，他的脸型配山羊胡子似乎也很合适。接下来雕塑就好像不是正常的人类了，这个长角的恶魔，他的脚画出来质感也挺真实的。再下来这个妖精吧，他有着妖精独有的尖耳朵、长鼻子，一大把飘逸的胡子，看来也是有把年纪的老妖精了。今天画的最后这个老人，看起来像是被生活折磨的已经丧失了希望。他穿着一身西装，但是头发凌乱，眼神满是疲惫，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心酸。最终第7天，我完成了11幅画，还有3天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第8天，第一个来报道的是没有长角的潘神，但如果这真的是潘神，那一定是最帅的潘神了。第二个编着胡子的人看起来像是北欧的维京人，他的表情看起来真是凶神恶煞。这个呢，看起来像是弗兰肯斯坦，他的表情倒是自然平和了许多。看来我们是进入了魔幻与科幻的领域了。再往后的3个雕塑，第一个看起来是很滑稽的奸佞之徒，任谁看到这样的形象都会心生反感。再后来的雕塑是2个人脸造型的罐子和瓶子，不知道谁会把这样的罐子瓶子摆在家里，晚上看到肯定会虎躯一震吧。接下来终于可以画点正常的了，这是一个半身的女子裸体雕塑，重点刻画的是她的脸，因此她的头发看起来细节很少，就像一片子羊毛毡。中间的是一个海盗水手，这个是一个虔诚祷告的老人。哇哦，接下来这个人物是我特别喜欢的《指环王》里的甘道夫。甘道夫呢，就像是哈利波特里的邓布利多一样，都是正义感爆棚，魔法强大，睿智又调皮的小老头，让人不喜欢都不行。诶，这个角色好像有点像《美女与野兽》里边那个被变成野兽的王子。第8天的11幅画也算是完成了。第9天，哎呀，这第一个雕塑应该和之前抬头祷告的那个雕塑是同一尊吧，只是它的拍摄角度不同而已。看来这就是雕塑的优势了，它可以多维度的欣赏呀。接下来我感觉我画了好多的头发跟大胡子，这可能就是挑战发起人的别有用心了，让大家可以集中练习头发与胡子的画法。反正我画完这几个人以后，觉得还是挺过瘾的。诶，这个是半兽人吧？
哎呀，这种生物，幸亏它们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之中，如果现实中真有兽人，还真挺让人反胃的。接下来的是一个大胡子，一个怪老头，又一个大胡子的组合。这个是一个狡黠商人的形象，他嘴里叼着烟斗，眼睛里都是精明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感觉。中间这个人看起来只是个老实巴交的老人，装扮也很淳朴。这又是一个罐子，今天这奇形怪状的雕塑真的是不少呢。哎呀，终于这第11幅画，终于又有11幅画画完了，太好了！哇哦，最后一天了，终于最后一天了！第一个是个藏族的小姑娘，我决定用彩铅来画，因为高原气候，小姑娘的脸又红又黑，要画出这种感觉，还需要细细的叠色。画了很久，所以画到衣服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多耐心了。这个姑娘的造型好像是话剧里的某个角色，她有着哥特式的妆造，手持短刀，目光逼人，表现力爆表。第3个素材看起来像是个人形玩偶，看起来软软糯糯，毫无威胁的一个小姑娘。这个藏族姑娘从她妆容服饰来看，她似乎好像在参加什么盛大的节日，整个脸上都洋溢着喜庆的神情。这是个饱经沧桑的老飞行员，看他那沟壑纵横的脸，银须垂胸，他身上肯定有很多故事吧。终于最后一幅了，我们就拿这个姑娘美丽的笑容来收官吧。哇，终于成功了！我终于10天画完了100幅画，